这是我的商店，我用最小的成本打造的一个数位橱窗广告机。这个广告机的特色是它是直立式的，然后呢，它可以一直循环播放。那这也没什么高科技啊，你只要会投影片，还有一支旧款的手机，然后呢，透过一个分享器就可以连接到你的电视。这个成本非常的低啊，不需要传统的那一种数位的广告机，那个每个月还要付月费。这个自己搞定就可以了，很适合你自己 DIY 的店家，然后很小的成本就可以达成广告机的效用。你也可以放这个股市的资讯啊，比如说现在看到的是股票的资讯，您可以放在你的橱窗外面给大家看这个股票的行情啊。那今天这一集的影片就要介绍说，我要怎么自己自制这样的数位橱窗广告机。各位大家好，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如何自己 DIY 一个超级便宜的广告机。这个很适用在我们自己的小店家上面。我想啊，只要一般人会做 PowerPoint 的投影片的能力，就有办法做出像刚刚那样的一个广告机的样的内容。想法很简单，你只要准备一只手机，比如说这是 iPhone 手机，将 iPhone 手机投影到你的电视。然后呢，你这 iPhone 里面播放一个档案，这个档案是投影片，比如说我先在这个电脑上面做出这样的一个投影片，把这个投影片呢转换成影片档案之后，再由里面的播放器这样子就播放出来了。然后呢，让这个档案一直循环播放，循环播放，就像刚刚这样的效果。那感觉好像很简单，其实事实上还遇到蛮多的一些技术问题。我们来讲第一个问题。你如何将你的手机投影到你的电视是呈现直视全萤幕的？你说这不是很简单？我这样不就直视全萤幕？不简单啊！我跟你讲，这是 Apple 原厂的 Lightning to HDMI 的传输线，我接给你看一下，把它拔掉。你看会变成这样子这个左右会有黑边。跟你刚刚预期到的这样子直视呈现全萤幕的这样的效果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的影片主要有2大内容。第一个，我们要怎么让手机直视的呈现在电视上面。第二点，怎么将投影片转换成影片之后，在 iPhone 里面播放，然后是一个循环播放的，这也是有学问的哦。一般我们在市面上买的这个将 iPhone 手机投影到电视的这种转换器，它通常不会是直视全萤幕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家里的电视不可能是长这样，它一定是长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在接这个转换器的时候，它才会呈现的是正常的呈现在画面的正中央。我们家里的电视不可能转90度的，不可能会转啊，所以它一定是这样设计的。可是我们在做这个店家的这个广告机，希望的是做直视的呈现，我们希望它长得是这样子。那这样子当然就无法符合我们的预期啦。我们一般的市面上的转换器都是针对于消费型的应用，所以一定会呈现这样子的。我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个产品，这个是我们公司开发的手机直视投影器，它可以将不管是安卓手机或者是 iPhone 手机，然后呢连接这个转换器之后，投影到这个电视是呈现直视全萤幕的。你看这边有一个 HDMI 的输出，然后这边 USB 的接口是连接到你的手机。如果你的手机是 iPhone， 就用这个 Lightning 的传输线；如果你的手机是安卓，你就用 USB-C 的传输线。然后这是电源，然后呢这边有一个按钮，这个按钮按下去是可以呈现正的直视，或者是180度的直视。好，我们实际接一次给你看一下。好，这个样子先接电源，然后我们将 HDMI 连接到这个转换器之后，因为是 iPhone 嘛 ，iPhone 就用这个 Lightning 的传输线 ，Lightning 的传输线就连接到你的 iPhone， 然后呢，再等个5-6秒，它就会自动投影到你的电视上面去了。好，这样子。那当然，它这也是有声音的我们来播一个声音给你看一下。怎么的？还是有声音的。OK。那如果你发现说这个画面是颠倒了怎么办？这边有个按钮，按下去它就会转90度或180度。我们试一试给你看比如说这样按下去，这是转180度，或是转成这样子。再一次，
好，又恢复了。所以啊，你的电视已经施工好之后，你就可以利用刚才那个按钮来选择你旋转的方向。再来啊，我们要怎么将影片播放上面？这个好像很简单啊，其实根本就不简单了。我举个例给你看一下，比如说我随便弄一个播放器，比如说像这个播放器，这个，然后呢，我播一个档案给你看。OK， 我的档案，比如说播这个档案，你看它就会变成这么小了，然后你的手机上面就会呈现说它呈现在电视上面。这个画面就不行啊！而且我发现啊，很多的播放器都是长这样子。比如说你用 YouTube 的 APP， 你用 YouTube 的 APP 来看，它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。你看，它就会出现的是横式的，因为啊，这种 APP 它本身它连接到我们的转换器之后，它会以为说我们的转换器是电视。那电视就要用串流的模式去播出去了，所以它就会呈现不是镜像的模式。你要找到一个很特殊的 APP 才有办法让它呈现是直视的，跟这个手机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要进入第二个单元，如何将你的投影片先转换成影片之后，然后呢，再由上面的 APP 播放出来，而且是呈现是镜像的。首先啊，先在你的电脑的 PowerPoint 里面先制作你的投影片。这个投影片的比例是9:16，9:16这样子。然后以我这个投影片为例，我做出3张，1张、2张、3张。好，然后把这个投影片，请你寄到你的 iPhone 的 Gmail。好，这是我的 Gmail， 我打开来，这就是我刚刚寄的。好，然后把这个附加档案把它打开来，按加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叫 Keynote， 把它打开来。Keynote 是内建都有了，然后这边有一个点点点，按下去，然后这边有个输出成影片，然后它会告诉你说每一张要停留几秒钟，比如说我用3秒钟，然后每一个间隔是1秒，好，我就按输出，然后输出之后就会存到你的那个照片区。好，就如果没有到照片区的话，你想办法把它生出来到你的照片区就对了。好，这时候呢，请你去下载一个软体。好，那个 APP 名字叫做简单播放，把它打开来。然后你打开之后，这边有个按钮，就按下去，单次循环，就按单次循环，这边有个1这个地方，然后这个画面就会一直循环下去了。好，应该会到第1章哦。好，就到第1章了。OK， 所以你看一下 ，iPhone 现在播什么，它就投影什么，它就一直循环，就是那3张一直投影，一直循环。注意看，它就一直循环，又跳回第1章了。哦，就这样子。那我们再试个别的 APP 嘛，刚才有讲过，比如说像这个东西，你打开来，你去找这个档案播放的时候。你看，它就会变成是投影到你的那个电视的模式，那它呈现的画面就会错误的。所以这个 APP 啊，真的要选择对的。那你要怎么选择呢？其实也蛮简单的，你就自己试试看嘛。我也是一个个慢慢试啊，就是播放出来之后，看你的 iPhone 的影像是什么，还有你的电视是不是什么。好，你要2个一致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再举这个例子来说，它就一致了嘛，所以它就会。iPhone 出现什么，它就镜像什么，像这样的 APP 就是适合使用的。要如何自己制造一个简单的一个广告机，在你自己的商家外面呈现出来？那我刚才讲过说，你有 PowerPoint 的能力就有办法做出来。那我们刚才解决了2件事情，第一个是投影的问题，你要如何呈现是直视的投影全萤幕？好，我刚才讲过，不是说所有的转接器都有办法。那第2件事情是，就算你呈现了直视之后，你的档案在里面播放，也不见得跟它是一模一样的，因为通常这种手机接上这个转换线之后，它又以为你是接到电视，这时候电视它就变成是那个电视的模式输出，所以啊，你要找到一个适当的这个 APP， 像刚才那个 APP 就这样子，它就会呈现的是手机出现什么，你的电视也出现什么，这叫做镜像模式，这样才可以。那当然啦。
如果你的能力更高的话，比如说你会做影片的编辑啊，比如说像剪映啊等等等的，你还可以做出更厉害的一个动画，不限于这种投影片的方式啊，你可以做出更有多媒体效果这样的广告机的效果。